宝辉宝现在也是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了。江爷爷的意思，姐妹俩现在随着长大，活动量变大了，所以需要增加房间。这不仅房间多了，房间与房间变大了。不过良心的江爷爷并没有涨房租。早上时，江爷爷来到办公室，就看到乐宝在热情地迎接自己。江爷爷站到了乐宝身边，查看了一下最近乐宝有没有长高。江爷爷说自己比乐宝高，江爷爷怕乐宝不承认，还让乐宝看了看自己手机。乐宝眼看真的是这样，乐宝不服气，转头就开始往栅栏上爬。乐宝这样子是非要比奶爸高才行。江爷爷一个劲儿地说乐宝这样犯规，表示自己爬上去还是会比乐宝高。乐宝不听，乐宝不承认自己矮，男人就是要为自己争口气。看完乐宝，江爷爷来到了瑞宝辉宝这里。辉宝听到了爷爷声音，一下坐了起来，跟奶爸示意早安。跟爷爷说完早安后，又立马躺下继续吃。一会儿，江爷爷终于承认自己比乐宝矮了。乐宝总算是从栏杆上下来了。江爷爷拿来血压测量工具，开始为乐宝进行每天的体检。乐宝听到奶爸承认自己比他高，心里很开心，这让乐宝体检时都变得乖巧了。体检完，江爷爷还给乐宝按摩了一下，给乐宝按摩的心里痒痒的，使乐宝在护栏上不断蹭来蹭去。江爷爷眼看乐宝这般意犹未尽，又转头走回来。宝今天也是宝宝，看到瑞宝辉宝每次在树上不下来，都会有小零食吃。今天爱宝也爬上了树，不打算下去了，也体验一下在树上吃小零食的感觉。今天爱宝带着辉宝在室外玩耍了一会儿后，就回室内了。爱宝在小亭子上吃过竹子，看到瑞宝辉宝在树上每天都玩得这么开心，自己今天也想体验一下，于是爱宝3两下就爬上了小树。姐妹俩这里对妈妈的到来也很新奇，但是辉宝这里仿佛有些不满，因为爱宝所在的地方是以前辉宝所常住的地方，看到妈妈霸占了自己的地盘，辉宝也不管母女情了，站起身就跟妈妈开打。被挤开的瑞宝一脸无辜，这让以往宽敞的小树突然变得拥挤了。瑞宝也不想谦让，一家3口在树上挤来挤去，最后被夹在中间的辉宝被爱宝和瑞宝挤了下去。辉宝虽然被挤下去了，但又重新爬了上来。而这时瑞宝正揪着爱宝的脸蛋呢。姐妹俩真是抢起地盘来，连亲妈都不放过。什么母慈子孝，在领地面前，瑞宝辉宝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母慈子孝。姐妹俩对着爱宝疯狂输出，但是爱宝却没有出手去碰瑞宝辉宝。瑞宝辉宝折腾了一会儿后，发现自己根本撼动不了妈妈，于是老老实实走到了另一侧。而姐妹俩殊不知，以前这棵小树只属于妈妈自己，妈妈以前也和他们一样喜欢在小树上玩耍，只是因为有了他们，妈妈才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小树，将小树让了出来。但是姐妹俩现在懂得抱团了，以后不管在哪，只要姐妹俩在一起，就不会被任何人欺负。辉宝今天泡在泳池里给自己洗澡了，这是辉宝第一次真真正正的给自己洗澡，以前的时候都是从水池里走过去就完事儿了，这次辉宝坐在小泳池里给自己洗得很是认真。而瑞宝此时则在小树上看着，洗完前面再给自己洗洗后背，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冲洗干净才行。一会儿泡完澡，辉宝来到阳光直射的小亭子上，躺在上面给自己晒干，很是懂得照顾自己。而瑞宝这时趁妹妹晒太阳时，跑来跟妹妹打闹玩耍。辉宝一边晒，瑞宝还帮着一边用自己身体擦。一会儿回家后都不用爷爷帮忙收拾了。老宋头这时来到园区，只是清理了一下被夹在小亭子缝隙里的青团，而姐妹俩则就这样挂在树上静静地看着。姐妹俩睡醒后又来到了他们许久不来玩的小汽车里，因为瑞宝辉宝听到老宋头最近要给自己小汽车卖掉，所以姐妹俩现在要表现的自己对小汽车还有留念，还很喜欢的样子，怕明天一早起床小汽车真的不见了。玩耍一会儿后，爱宝来到园区，姐妹俩此时已经饿坏了，一起来到妈妈怀里开始吃饭。瑞宝辉宝这一天过得很是充实，老一个星期里总有几天不想去室外园区玩耍，而辉宝和爱宝不一样，今天他们来室外后，室外园区突然下起了小雨，但辉宝仍选择了义无反顾地爬上了小树，站在树上迎接雨水。下雨天爬树，这还是辉宝的第一次，近距离感受大自然，有助于辉宝对环境的变化和感知。而爱宝这里更是淡定，任凭雨下的再大，依旧不妨碍爱宝吃竹子。而辉宝则是第一次见这种场景，有些失神，盯着园区外面看入迷了。爱宝这里吃完小木床上的竹子后，又淡定地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爷爷们这时都害怕了，此时通道门已经打开了，真怕辉宝和爱宝在外面淋坏身体。辉宝这时还坐在高高的树上，淡定得不得了，小脑袋搭在手上，欣赏着雨中园区的风景，甚至还慢慢地闭上了眼。
感觉像是睡着了，淋着雨也能睡着，这也是没谁了。辉宝还是太全面，太懂享受了。一会儿雨越来越大了，辉宝被雨淋了起来。辉宝感觉到了雨天的可怕，赶紧从树上下来。下来后还喊妈妈，让妈妈别吃了，赶紧回家收衣服了。辉宝从树上下来后，一溜烟跑进了通道门口。但是走到通道门口，辉宝又停了下来。辉宝是在等妈妈，怕妈妈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。辉宝掉头走回来，站在园区，一直等到妈妈吃完后，这才和妈妈一起走了回去。而辉宝老爹今天就很懂享受，因为外面下雨，乐宝今天便没有去室外，一直在园区听着雨声睡着觉，很是享受。爱宝正试图给瑞宝从小汽车里拉出来，结果是失败了，因为爱宝已经快拖不动瑞宝了。瑞宝再也不是之前爱宝那可以随意扔着玩重了。今天上午，辉宝想爬上树和姐姐瑞宝一起玩，好吧，他的小土豆腿又一次拖后腿了，爬了半天也没能爬上去。而妈妈爱宝正慢慢爬向小车，一屁股坐在了主驾驶的位置上。这是要发车了吗？姐妹俩看到妈妈去到了自己的小车上，这时回忆突然涌上姐妹俩的心头。这被忽视已久的小车，今天再次被一家三口启用了。瑞宝与辉宝都想挤进后座，不过瑞宝、辉宝现在的体格已不再是当年的体格，争抢半天，最后辉宝选择让出位置。辉宝从后座爬了出来，我们的瑞宝眼见妹妹离开了，也急着要下车。姐妹俩真是见一个玩多玩，不玩的时候又都不玩，但妈妈似乎还不想让瑞宝离开呢。爱宝和瑞宝俩人一僵持，瑞宝一不小心卡在后座了，这下麻烦了。瑞宝这次卡的角度有点刁钻，半天也没能钻出来。妈妈爱宝只好咬住瑞宝的后颈，努力帮瑞宝脱困，看样子是费了一番力气。不过在妈妈的帮助下，瑞宝最后也成功化险为夷，就是给爱宝咬的腮帮子都累了。一会儿，一家三口又整齐的来到了小床上，妈妈还在场，只是一言不合，瑞宝和辉宝这里又直接开战，这是真不怕妈妈生气啊。辉宝咬了瑞宝一下，而瑞宝有点急了，他朝着辉宝也一口咬了上去。糟糕，他咬的是妈妈爱宝，瑞宝这是错以为自己咬的是辉宝吧？妈妈爱宝已经无语了，这俩小家伙真闹腾。但爱宝并没有责怪瑞宝，不然将会转变成一场3个人的混战。瑞宝发现不对劲后，立马松了口，转而扑向辉宝，这一下可算没认错自己的妹妹。两只小家伙就这样你来我往，各不相让。当然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姐妹俩彼此都没有用劲去咬，她们虽然喜欢打闹，但她们可是非常相亲相爱的。最终妈妈爱宝出面制止了这场争斗，而且下班的时候也都很快乐。那么另一头，再看看我们的乐宝，宋爷爷在门口拍了半天手，乐宝一点反应也没有。看乐宝睡得这么沉，宋爷爷也不忍叫醒乐宝了，宋爷爷只好关门，等乐宝自己睡醒再说。盛熙姨母被不想回家的瑞宝给嘲笑了，盛熙姨母蹲在小亭子上苦笑连连。姨母将小苹果放在小亭子上，以为瑞宝看到小苹果就会从树上下来，但结果却是瑞宝并不想下去，只想吃姨母亲手投喂的。这时下班点到了，姨母跟姨姨挥手说再见。此时盛熙姨母一定想让游客们赶紧离开，毕竟自己现在的样子太尴尬了。姨母半蹲在小亭子上，抬着头仰望着瑞宝，但瑞宝硬是一点面子也不给。姨母向来只会来软的，这要是老宋头或许都爬上树了，这种收熊的工作还是得让老宋头来。白天时姐妹俩就很黏着老宋头，看到爷爷来了就立马抱住爷爷的大腿。而辉宝和爱宝今天下班时就很顺利，母女俩商量好了结伴回家，分工明确，一个在通道门口守着，一个给饲养员敲门，敲完门后就一起坐在通道门口处等着。辉宝这乖巧的模样越来越像个大孩子了。很快通道门打开，辉宝和爱宝同步起身，一起走进通道门里回了家。而瑞宝这里在姨母来之前一直趴在小树上睡觉，好在姨母来了之后瑞宝醒了，但是姨姨们走之前都没有看到辉宝从树上下来，而姨母就这样一直坐在树下苦等。